为什么你的反手总是漏洞百出？为什么被压反手后场非常用力也打不远？为什么明明退到位了还打不准球？反手后场发力教学来啦！一个视频解决你的烦恼。Let's go！ 视频中使用微城航海王联名款路飞，颜值真的很亮眼，紧致合适拍框与薄壁中管，让鞭打感更强更扎实。首先，我们要知道什么情况下使用反手，什么情况使用正手。若球拍无法伸到球后面，是肯定发不上。假设击球点在右后方，反手相当于身体左转的伸手距离，正手是身体右转侧身的伸手距离，是没有反手够得远的。反手之所以够得更远，是因为球超过身体也能发力。则当我们启动后，发现球超过身体，应快速左转身体，从而让球拍伸到球后面，用反手击球。当启动后，球在身体前面，则可以向右侧身，用正手击球。正手运用在能确保击球点不超过头顶位置时，此时正手发力一定比反手大。所以反手后场一定出现于击球点在头顶后面时。想打好反手后场，第一点就是要敢于让球飞过身体。所以只要学会击球点在身体后面时如何发力，就学会反手。如果你有能力用步伐追上球速，肯定用正手啊！不敢让球飞过身体的反手很容易正。击球点在身体后面如何发力，一共有4点。我们来看第一点，手指手腕如何发力。手指手腕能否发上力的关键是握拍方式。当我们正手击球用苍蝇拍握法时，球拍无法前挥至超过小臂位置，所以苍蝇拍握法很难发力。而将球拍在手掌旋转90度后，变成了标准的9字握法。此时需要小臂先内旋，带动拍面转正再击球。此时拍头可超过小臂位置，从而将力量更好的发出。我们再来看反手握拍，大拇指顶在宽面时，更好击打位于身前的球。我们已经知道，击球时球拍要超过击球点，在手指手腕的力量才能完全发出。这种碰到球就停的击打是发不上力，所以能够保证击球时拍头挥动超过击球点的握拍才正确。反手后场，球在身体后面，大拇指顶宽面击球时，手腕会被卡住，无法继续向前挥动，将力量完全发出。球在身后击球，应将大拇指顶在鞋棱处，此时拍头可顺利挥下。错误的握拍方式导致挥拍提前中断。正确的握拍方式可保证拍头顺利。想让手指手腕力量更好发出，需要在架拍时主动力腕，即小臂与手腕有一定的夹角。因为反手与正手的挥拍方式是不一样。正手是小臂先内旋，然后手指手腕发力击球后，小臂再随之内旋挥下。击球后，球拍挥下的过程需要是一条直线，所以手腕不可以与小臂出现过多夹角。而反手在击球后，球拍挥下的过程里需要依靠小臂外旋，手腕立起能更好令小臂与手腕融合。如果手腕与小臂没有夹角，完全伸直小臂是无法产生外旋，此时外旋小臂球拍会打偏，而且很容易出现抡胳膊打球的动作。所以反手在架拍时需要主动力腕。大家平时可以进行增加手腕力量练习，手腕立起，保证胳膊伸直情况下，左右转动手腕挥动球拍，一定要挥成直线，不可前后晃动。一开始速度不需要很快，主要是找到挥拍的感觉，不可以这样乱挥。熟练后，可把大拇指顶鞋棱增加难度。无论大拇指顶鞋棱还是架拍时力腕，都为了当球在身体后面时，也能将手指手腕力量发出。手指手腕会发力的，我们继续看手臂如何发力。顶肘是大臂力量传导到小臂的关键。正手的顶肘大多出现了向前的趋势，是因为架拍时肘的位置在击球点后面。而反手后场第一点就是击球点在身后，所以顶肘需要向上顶，才能保证小臂挥出击球时肘的位置不超过击球点太多。
所以肘千万不要向前顶。顶肘是手腕静止下大臂挥动发生的，大臂向上抬，再带动小臂手腕前挥的动作，不可能出现抡大臂。大臂上抬的力量来源于身体。当球在身后时，身体应该怎样发力呢？什么是正确的重心转换？想用上身体力量，我们要先学会正确找球。若我们喜欢用胸正对着找球，由于手臂需要向球后伸，肩膀会处于紧张状态，在这种状态下，上抬大臂是很难抬起的，引拍空间会变得很小。顶肘时身体还不能动，身体一旦发力，就很容易变成抡大臂，要么就是肘抬不起来，感觉胳膊像是被身体围住了。正确应该是用右肩找球。当我们用右肩找球时，手臂不用主动后伸也能伸得更远，且此时肩膀处于完全舒展放松状态，可充分抬肘完成引拍，则引拍空间大幅提高，发力更充分。如何做好右肩找球，就需要步伐介入了。说到头顶区步伐，无论正反手的转体都是左脚为主导发起，比如正手马来步是启动后先将重心蹬到左腿，在左脚垫步中完成的转体，而不是右脚主动向后转。正确的步伐中转体是由左脚带动完成，反手的转体更是如此，只有左脚尖向后转，身体才能完全侧过来。如果是右脚向后迈步发起的转体是不充分的，很难做到右肩找球，引拍空间小，身体力量也跟不上。想要用上身体力量，需要在顶肘前将重心放在左脚，反手的确认步是左脚。大家仔细听，反手进行正确重心转换时，身体会迈出左脚后停顿一下，再迈出右脚瞬间顶肘击球。这个停顿蓄力感是怎么来的？在向反手后场移动时，不要让重心一条直线过去，要让重心走一个弧线再去击球。这个拐点的位置就是左脚做确认步压住重心的位置。拐点前半段是架拍找球阶段，后半段是引拍击球阶段。我们在结合找球时，需要用右肩找球，这就需要身体比用胸口找球多转动一些。球来以后，先是伸手架拍，同时力腕。随着球拍后伸距离越来越远，身体需要配合左转。如果左脚尖不转动时做不到用右肩找球，也做不到步伐击球的，引拍空间将变得非常小。正确的做法是用左脚尖后转配合右肩找球，同时左脚跨出弓步，脚后跟着地，将重心收向左腿。左脚尖不转将没有发力空间，那直接转身跑就会出现身体重心向后冲，手臂向前击球的情况，肯定发不上力。左脚尖后转的方式完成转体，不仅可以获得充足发力空间，重心转换的方式也能充分带动顶肘发力。大家练习时可以先找转动身体的感觉，千万别不敢背对球网。可在练习伸手架拍，同时力腕带动身体左转。接着左脚尖向后转动，配合转体，身体转过来后，重心向左脚倾斜，同时感受用右肩去对击球点。下一步是保持架拍右脚慢慢回收至双脚平行位置。最后，在右脚即将前迈时，顶肘将储存在左腿的力量传到大臂。最后甩出小臂与手腕击球。小臂手腕击球的细节我们下期讲，同时反手过渡和高远的区别也在这里。这俩在抬肘完成前的动作都是一样的。OK， 我们下期见。